我是哈特。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下 OpenShift 上面装这个 Nginx。我们知道呢，就是在 OpenShift 上面，我们已经有默认的这个 router 了，或者 HProxy 作为我们的 ingress 组件。但是呢，在实践中的话，有很多客户还是想用 Nginx。那么呢，红帽呢其实是有这个经过认证的这个 Nginx operator。我们呢就今天来过一遍这个安装过程和使用。需要说明呢，什么红帽呢会有认证的 operator，但是这个认证的 operator 呢，红帽呢并不能完全的支持。为什么呢？红帽呢的产品部门只对自己开发的和测试的东西能够做这个支持，但是呢，它认证过的 operator 呢，它只是和第三方合作伙伴认证了一下呢，这个东西能在 OpenShift 上安装。至于它运行的好不好，有什么问题的，那只能是找第三方的去来做这个合作。所以呢，这个 certified operator 和我们一般的认为的还有点区别。所以我们客户如果在用这个第三方的这种 operator 的时候，可能需要提前的需要先了解一下红帽支持政策要有一个提前的一个准备。我们在实践中，红帽的这些 operator 都是有个 source 是红帽，第三方的这 certified 是这些我们认证过的，但是这个要注意，刚才说了，认证过的只是认证一下可以安装它符合一些相关的一个标准，但是呢，它好不好用这个呢需要和第三方一起来验证。红帽呢只能支持自己这个开发的代码和自己测试的这些东西好，我们回到这 Nginx 这个本身，Nginx 这个本身这个 operator 是装的话，因为这是认证过了嘛，所以装起来没问题。我们在 operator 里面去找这 Nginx，把这 Nginx 直接点安装就完了。装完了以后呢，我们还需要打一个安全的小补丁。安全的补丁它是装了一下 SCC 的相关的一些权限，我还没有试这个如果说是不装行不行？因为我看到它在装的时候，它好像有这一步会自动以后有机会了再试吧。装完了以后呢，我们就需要创建一个实例。这个实例呢，里面有一些参数控制，它用多少 CPU 什么怎么一些部署很复杂。但是呢，我们默认了就直接装一个，用它默认的这个配置就可以了。没有什么特殊需求的话，就不用去改。装完了以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的话，它就有了一个 Nginx 这样的一个实例。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在这个 Nginx Ingress 的运营空间里面呢，我们有两个，一个的话呢是这个 Manager，就是它的控制端；另外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实例这个 Sample。但是我们想知道这个就是这个 Nginx，因为它是流量的这个导入嘛，所以它具体怎么把流量引入呢？有两种方式，就像红帽 router 的那个做法，它是用的是 host network 方式，就是相当于进入宿主机的这网络站了。但是我们看 Nginx 的话呢，我们用这个命令发现没有任何关于 host 的信息，所以它不是用 host 的方式。那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探究一下。所以我们把 Nginx Ingress 里面这个 service 都打出来，我们发现它用的是 load balancer。这个 load balancer 呢却在 pending 的状态。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也可以从官方的 KVS 这个 Ingress 这个解释里面说，就是 Nginx 这个东西的话，它是依赖于第三方的一个提供的一个 load balancer，要不呢你用这个 MetaLB，就是要么呢你用比如说阿里云或者是Azure 云它是用这个网络平台给你提供的 load balancer，要不然你是用 NodePod，反正它是需要有个第三方提供一个网络接入的。那到此呢，我们就知道其实 Nginx 装的时候前面还得需要装一个 MetaLB。那我们就接着把 MetaLB 来装一下。MetaLB 的话，这个是红帽官方的，所以的话呢，我们就走官方的这个方式装个 MetaLB。装完了以后的话呢，我们激活一下，就是创建一个 MetaLB 的这个 instance，这个也不用任何的这个配置，创建一个就好了。我们创作一个地址空间，这地址空间的话，其实就是公网可达的一个地址空间，我们提供一段了以后的话，我们不让它自动的分配 IP，这样的话呢，我们好配置 DNS，不然的话它自动分配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它是分到哪儿去了。我们用二层的方式来做一个地址对外的一个广播，因为它可以做三层，也可以做二层。三层就是 BGP，但是一般来说，如果你不是电信用户的话，你用 BGP 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一个是你需要上路由器的支持，这个的话呢，一般我们的 IT 和网络部门在企业里面是两个部门，而且沟通起来肯定会有一些各种障碍，所以一般我们项目实施的时候
不这么干，因为一旦出了问题以后，你 BGP 很容易造成断网。一般我们会用 L2 的方式呢，叫节点之间二层可达，它呢会通过一些方式保证这个节点之间可以相互之间把这个二层地址拿到。这个我们就用一般来说我们就二层这种方式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把一个我们刚才配置地址铺放到这个二层的这个配置里面就可以了。配置好了以后的话，我们再需要把这个 NGX 里面的话，我们需要声明我们要用哪样一个对外的地址，所以我们进入 NGX Ingress 的配置，然后呢，我们把我们想要的这个 IP 地址放进去，这样我们就完成了我们最终的配置。我们看到我们的 NGX Service 里面的话，这个对外地址就已经有了。然后我们可以看的话，它呢其实 port 上面是80443，还有一个 node port。node port 是这个有另外一个 node port 的接入方式。到此呢 NGX 就做好了。那我们就弄一个简单的 Web 应用呢，我们来试试。首先呢，我们就创建一个这部署 development 很简单，我们就用一个简单的静态网页的一个镜像作为一个后端。我们前端的话呢，布一个 service， 这个 service 呢也很简单，就是8080这个 TCP 端口进行一个转发，就是 NGX 这个我配了一个 ingress， 这个是标准的 K8 的 ingress。这 ingress 里面呢是具体的一些配置，我们可以不用太关心啊。这个里面有一个它的 class，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现在 OCP 里面其实是有2个 ingress 配置，一个是它默认的 router HProxy 那套，另外一块呢就我们就新装 NGX， 所以我们要指定这个 ingress 是用 NGX 承载的。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访问 DNS 配好了以后，我们就通过 DNS 去访问这个站点了。我们也可以看到系统上面在 ingress 里面创建了一个 ingress 实体啊，这样呢其实实验就成功了。那我们肯定还关心这个原理，它的这个网络到底是怎么走了哪些跳进来的？那我们再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些逻辑图啊。我们刚才配了几个实体，我们网络进来以后，先跑了 MetaLB 这个 IP， 我们是动态声明的。这个 IP 的话呢，我们会跑到一个 OVN 上面这个 load balancer， 其实它对应的是 service。然后这个 service 呢，它后面带了一个 NGX 的 IP， 所以它这个流量就跑到 NGX port 上去了。NGX port 上面的话呢，它会有一个 NGX 本身的功能，它会就转发到我们的这个真正的 APP 的 port 上去。这个呢是逻辑图，实际上包的这个转化呢就没那么复杂了，就直接跑到 OVN 上面。OVN 上面还有一个 flow， 就是 NAT 的 flow， 就是你来的原地址是 6.41， 我直接给你对应到这个 NGX 上去，这个流量就直接进 NGX port 了。然后 NGX port 完了以后的话呢，它就再去访问后端 IP， 所以呢，实际上它的这个路径啊比较清晰的。那我们呢就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我们接下来一步步的看一下这个我们系统里能看到这些相关的信息。有个背景知识，就是在 OVS 里面，它的这个对网络包的处理是比 iptables 要早。所以的话呢，如果 OVS 里面有些规则的话，它比 iptables 里面作用的时间更早啊，这是一个背景知识。首先我们进系统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service， 从 service 里看呢，我们 load balancer 其实架到了一个 IP 上面的，这个是我们内部的 service IP 段的 IP。然后呢，我们到节点上面来看一下我们的 iptables 规则，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对应的这个 service 对应的这个我们的 MetaRLB， 然后呢，它做了一个 destination NAT，然后到了我们的这个地址上去。然后的话呢，然后我们就是到了我们的这个应该是那个 service 地址上去。我们去看了一下这个本机路由表，这个是 service 那个段，它去到了 bridge 上去，就是 OVN 的一个 bridge 上去。这个是本机外界可达的路由的那段，其实呢，它也跑到了这个 OVN 那个 bridge 上去了。所以呢，在从外面来的这些网络包和我们在这个 service 端的那些包，其实是在主机上面的话，它是在一个 OVN 的一个 bridge 上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 OVN 里面看看它相关的规则。首先呢，我们在 OVN 里面查一下 load balancer， 那我们能看到这个 load balancer 它已经对应好了的2个后端的这个 NGX 的这个 pod 了。
我们看一下 load balancer 的这个就是OVN 里的规则，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直接匹配。如果我看到一个网络包 destination 是它的话，我们执行一个 destination NAT，然后就直接有这些规则了。所以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做了这些配置了以后，那么实际上，我们进到 OVN 以后，直接就是匹配了 OVN 规则，然后就走了，路径比较短。但是呢，可能是为了保险吧，我们可以看到 OVN 里面也有对应的，如果我们是匹配的 iptables 的规则的话，那我们 OVN 里面也有相关的规则匹配。它如果 destination 是这个 service 的话，它也有一些规则啊。所以这卡就是我们的相关的网络的一个情况。我们再看一下这 endpoint，如果想看一下最终的这个 endpoint 是不是 ingress 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命令能看到确认一下。那因为它这个是比较特殊，我们可以在这个 OCP 的节点上面直接访问，我们可以直接访问这个 service 地址，我们直接访问这 service 地址，它呢这个访问404，这很正常，因为我们的 Linux 都是配置的要用这个域名访问的，所以的话你不带域名的话它是找不到的。我们也可以访问这个 MetaRLB 的这个地址也可以访问，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404的一个返回，这说明 NGX 这块这条通是通的，是正确的。好，那我们就到 NGX 里面去看看它的配置啊。我们去 NGX 里面看它在 config 里面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个 ingress 的配置，我们看到这个对应 ingress 它已经有一个对应的配置文件。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配置文件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它就告诉我了 upstream 已经指定了 upstream 的这个 pod 是这个，我来了一个地址，我的这个相应的这些域名，我是基于这个域名的，那我们就往这 upstream 上面去跑就完了，这个就是整个的这个OpenShift，然后在上面跑 NGX，然后我们怎么用，以及一个原理的简单的一个分析。谢谢大家。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欢迎大家关注、订阅和分享我的频道。如果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内容，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